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美股上涨1.65%，这个上涨呢是在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动作。那么本轮行情，特别是在本周当中，我们看到了美国一个利率的公布一个是非农数据的公布，那么下周还有 CPI 数据的公布CPI 数据公布的是4月份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了消息面对美股影响非常重大非常重要。那么行情走到当前，我们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那么悟空阳线在昨天晚上重新出现，这个悟空阳线呢，让行情站上了1440均线，同时站上了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中间位置，也就是中枢带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呢，我们依然可以判断上方可能会出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在美股这个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方位于34000点附近存在4次的等位置波峰，4次等位置波峰的存在，让行情容易有机会出现一个新的高点。因此呢，当前行情当中，美股是一个多头趋势。那在昨天的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比特币重新接近了3万点附近这轮行情第一次看到美股和比特币发生了同步现象，但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仍然处在一个箱体的上边线附近，没有发生正式的突破。在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我们要把4月27日的这根阳线作为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围绕悟空阳线本身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震荡都是围绕悟空阳线的实体部分做出的震荡，因此呢，通过合并 K 线我们把后面的所有的震荡呢当做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一个判断。那么上方行情当中，我们就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在比特币的行情当中，对于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有悟空、八戒、沙僧和唐僧 K 线组出现。那么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我们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的一个需求这是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期货、方向期货来的。但目前行情已经经历了4小时级别的调整，因此呢，行情正在酝酿的是一个新的多头的一个发育。那么在发育和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比特币的震荡随着它的收敛三角形会变得越来越窄，振幅越来越小，最终呢，它的这个收敛角度也会越来越窄。那么一个窄的收敛三角形，比如说前面的这段行情，一轮窄的收敛动作是酝酿多头的一个摇篮。因此呢，当前行情在29000到3万美金附近，正在酝酿新的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在比特币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昨天的一个交易对突然出现了爆发式的反弹，报复性的反弹这个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我们来到以太坊对 BTC 的现货行情当中，可以看到这里的反弹让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突然站上了 0.066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日线级别从21年5月份连接过来形成了一个重要支撑，支撑位重新站上之后，那么目标点位呢就要给到 0.069， 也就是说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已经出现了领涨动作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以太坊本身，以太坊对 USDT在这个交易对当中呢，我们之前行情当中看到了一个日线级别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八戒阴线持续发生震荡这个位置持续发生震荡，但始终处在八戒阴线势力范围，因此呢，下方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预期，所以呢，在1600美金附近是一个可以进场多头的一个点位。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八戒阴线已经被多头剿灭，那么行情在这个位置上就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那有了悟空阳线之后，悟空阳线的开盘价1876就是一个很好的止损位，因此呢，当前点位上是可以布局多单的。有悟空阳线之后，日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就可能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一轮与之前上涨平行的对称性的上涨因此呢，悟空阳线只要出现的话，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多头的信号。昨天我们提到的土狗币正式要在今天登陆币安，所以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涨幅。我们看到在上线火币之后， PEP 的涨幅已经超过20倍。
那么在这样的行情当中我们怎样看待 PEP 呢？首先是我们之前在会员频道就给出了PEP 的市值非常低，它相较于我们也提到的一个 AI 道指来说，它的市值是较 PEP 它的市值是较 AI 道指是低的。同时呢，在行情这里，我们看到了 PEP 受到了巨大的资金推动让行情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当中有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正常在这个位置上，日线级别走出唐僧阳线之后是需要进行调整的，但由于消息性的利好推动，让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悟空阳线，也就是说第二轮日线级别的悟空出现了，然后它就有可能走下一轮的第二轮的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那么通过合并 K 线呢，可以看到目前它上线以来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呢，我认为超级主力是本轮行情的始作俑者。那在这种情况下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出现，八节阳线出现，那么周线级别是有可能出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但是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要小心应对。它每一次的调整呢都是非常巨大的，包括它的插针，它的一个插针的调整是34%，那它的一个回调最大回调是在33%，这还是在小线的调整调整非常迅速。之前巨幅拉升之后它的调整幅度也非常巨大基本上是42%左右再往前推可能会达到50%。所以呢，在行情当中在这样巨幅上涨的行情当中，千万不能追高，要耐心等待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调整幅度达到30%到50%的一个区间从高点落下来之后才是可以分仓进场的一个时间点对于 PEP 它的风险是市场当中最高的虽然它是目前市场当中最热的币种但是在高位目前相对的高位有非常巨大的风险追击进场的同时要考虑分仓进场，要考虑回调后进场，要考虑设置止损，这3个方法掌握一种就能避免在行情当中，在行情的巨大波动当中受到亏损同时呢上线 Binance 的同时我们也看到 CZ 也给出了一个风险提示他说这玩意儿有非常巨大风险，盈亏自负所以呢这种行情下它是一种极端行情，热门币种极端行情进场一定要考虑回调进场、分仓进场、设置止损这几点。然后我们看到最近市场节奏非常快4月27日上线推特的一个 TURBO 这个币种在前天上线了抹茶，上线了 Lbank， 上线了这个 Bitgate。上线3大交易所之后3个2线的小交易所之后出现了一波翻倍行情，然后就在昨天上线了火币上线了火币。我们看到它的涨速是非常快的，波动非常大。同时呢，它在推特上也说了，它自己的这个币的发行完全是通过 ChatGPT 来的ChatGPT 为它提供了很多辅助性的工作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币发出来了。然后目前热度也非常高今天我看到抹茶这个新币热门榜已经排名第1所以呢，现在这轮行情我认为是很多类似的山寨币都要被发出来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风险，用小资金去赚更多的收益，而不是用大资金去 all in 然后目前来看，这种币种市场承接能力也是相对来说弱的你可能是几万块钱抛售的时候，可能就会对市场带来很大的压力它会一根针砸下来。所以呢，这种迷你盘要小资金做要参与，但是要小资金参与，不要玩大的这样以小博大在市场当中赚这样的一个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现水平 K 线稀有战法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依据。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稀有战法。感谢大家，再见。